旅长，旅长啊，好消息，独立团找到了。找到了。骑兵通讯员刚刚回来，独立团已经突围，撤进了山区，现在正在一个叫赵家峪的地方休整。李云龙和赵刚的情况怎么样？李云龙病倒了，赵刚正在主持工作。不过通讯员说，李云龙的身体正在恢复。独立团伤亡大吗？和其他几个团一样，伤亡过半，但建制还算完整。战争有铁的法则，机会对双方来说都是对等的。我们给敌人来了个百团大战，敌人反过手来就给我们来了个大扫荡。世界上没有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事儿，只有此消彼长，各领风骚。是啊，战争对一个民族的忍耐力是一种考验。我们和日本都在消耗中忍耐，看谁更有忍耐力。我们耗得起，再打他10年、20年，中国还是中国，亡不了。哎呦，老李啊，老李，可算是醒了。来，来喝点水啊，来。来躺下，来。感觉怎么样啊？老赵，我睡了多长时间？整整2天2夜。当时啊，你在发高烧，烧得人事不省。和尚跑了几十里山路，找到一个老郎中，可人家呢，嫌路远不愿意来。和尚说破了嘴皮子也没用。结果，和尚动了粗，一把扛起郎中就走。这一扛，就是几十里山路啊！硬是把郎中扛到了赵家峪，给你灌了草药，才放人家走的。和尚，和尚，团长，你醒了。和尚，我听说你又违反群众纪律了。政委告俺状了。哎，俺这不是没法子吗？俺给那老头都跪下了，他就是不来，俺只好来硬的。啊，我没批评他，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总不能他违反群众纪律，就让团长病死吧。政委要是当到这个份上，就该挨战士的黑枪了。咱们政委越来越像独立团的人了。什么话？我本来就是独立团的人。各连排都回来了没有？有的归建了，有的……谁没回来？干部伤亡2/3，战士们只剩下500多人，剩下不到半个团了。营一级干部有伤亡吗？只有张大彪回来了。2营长沈全，3营长王怀宝，骑兵连长孙德胜，还有1连长、3连长、5连长，总共20多个营连排干部都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咱们独立团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啊！这次和以往不同，我们除了要作战，还要掩护老百姓转移，限制了部队的机动性。很多战士都是为了掩护老百姓牺牲的。老赵，有烟吗？你病还没好，别抽了。我心里难受，我想抽。
为什么不收了？这盒烟是三宝拼了命从鬼子的手里夺过来的。老李，你带出了一个铁打的团队，我们牺牲的干部战士，几乎全是倒在了冲锋的路上，没有一个后退的，更没有一个被俘的，真是铁血英雄的团队呀！老赵，我保证，用不了1年，咱独立团还是一个主力团，一支铁打的部队。平貝、私をお指しですか？あなたは86の本部探したか？本来私はそれをすでに包囲したが、継承しようとした時に越行作戦計画が実施された。各全地区で混戦を中で86軍総部を見失いました。我々の通信偵察部門が最高に両現場の地区で報奨します。我々の使用性からし終えました。山本君、私はね、あなたの2つことを覚えていて、あなたの戦略目標は1つ86の本部、もう1つ第2戦区の長官部だろうか？いいえ、3号です。さようのはあなたが特別な区などで8力のある独立団。団長は李雲流です。これ以上小さいものはないくらいの戦術級目標です。私は会っててから、あなたは今何を考えてる？篠塚省長はモノコになる。死は鈍くして頭はコチコチ、判断力は全然喪失しました。あるいは特殊部隊は一つの戦略目標としてはアメリカ太平洋艦隊に行って艦隊戦艦を殺して司令部にボロボロになる。これは太平洋戦局の転換させる。あるいはあなたの特殊部隊は長期行って衝撃の艦機に彼の贈り物を箱に詰めて天皇陛下捧げるためする。いいえ、将軍、私はそうは思いません。少なくとも私はあなたに尊敬しています。このようにことは考えすれば、あなたのことはね、一つの事実、よかせる。例えばね、戦略の天秤の中で、1ミリのありは重さ、傾くを守くして、小人物の作用は、あなた注意して、そうしないと小人物のこと、世界変わる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あなたは李雲龍の資料、研究しましたか？彼の資料、まとめるですか？特殊首相ありません。しかし、私たちと彼と何回も相談した。緊張から金遭難まで、金政府まで、数回も相談した我々素晴らしいの省庁は戦闘で死んでしまう。笠原大佐は昨日新村で戦闘死んでしまう。86の小さいの部隊、司令官はまた李雲龍だ。山本君、
この関連の申請するの名簿の上から、あなたはまさかどんな法則もの把握しているか。お恥ずかしい将軍、これは確かに私の過ちであることを認めます。こんなに多くの優秀な軍官たちが毛糸上で同じ相手の毛に頼れてるのと同じようです。しかし私のその存在をおろすけにした。これは絶対に許せないことであります。この理論は厳格の限界です。彼は事実の効果を調整する。ただ相手の命だけいる。別に捨ててちょうじゃない。彼はずる気はしなければいいけども、もしずる気開けたら凶暴だし早いです。いつもずっと相手に指示につく。リオンロンは普通のカードを出すの人じゃない。彼によって坂田君が殺すことは第三連で殺して、さらに刺激があってまとまる感じある。進撃するの反撃しておかしくないけれども珍しいです。彼はすべて投げ出して全体の兵力で、残念ながらいかにも一つ迫撃砲、この迫撃砲は彼の手のずる気です。ただしずる気の破綻だ。彼は一つ連隊は目にあまりない。坂田君の命だけ欲しいです。彼は成功した。一度反撃して前に500メートルを一度反撃利用して迫撃砲は射点あって、それからたやすく坂田君が殺して手を出す凶暴で、キラといえば少ない山本君、このようなキラ彼の詳しく知りゃわからないで。この人の年齢、出身、歴史、性格、教育程度、残念ながら私たちすべてわからない。彼はしっきりして殺して、そのため関連の申請するの交渉士官の名簿があって、将軍、このリミューを渡し、我々第一特殊部隊を第一目標であることを報奨します。彼を探す。彼を近くにする。彼を殺せ。はい。你们见过斗笠团的李团长没有？那人可凶着呢。李团长我见过呀，就在张大叔家北屋。前2天俺去张大叔家借礼啊，李团长正好从北屋里头出来。他身子挺壮实，大脑壳大脚板，要是给他出双鞋，得多费2尺布。哎，那李团长有婆姨没？没有，我问过炊事班的老王头，老王头说李团长还没娶亲呢。他二婶，你咋这么关心李团长呢？就是啊，人家李团长娶不娶亲关你啥事儿？
小心俺二叔捶你啊！是你怎么看我不死你的嘴？别闹了，二婶儿，你们呐，说着说着就没正经的，有这斗嘴的功夫，一双鞋都做出来了。这独立团的战士啊，还有一半穿着草鞋呢。就是，咱们得赶紧做。哎，秀琴妹子啊，你觉得李团长这人咋样啊？李婶儿，有话你就直说啊，别掖着藏着的。听婶儿一句话，如今啊，边区政府可不兴包办婚姻，要说找婆家，得自己搞对象，媒婆都没事干了。依婶儿看啊，你秀琴找婆家，可不能找个窝窝囊囊的庄稼汉，得找个像李团长那样的大男人。就是李团长多好啊！李婶儿，看你说的，人家李团长能看上咱这乡下丫头，咋的了？一个是大团长，一个是妇救会长，正好配一对儿，多般配啊！哎呀，别说了，一会儿让人家听见，还不满村去嚷嚷去。说什么呀？哎呀！你看看徐志庚啊，一个小小的独立团排长，挂2个王八盒子，望远镜的倍数比老子的都大。你小子能的不行啊你啊啊！啊，这就对了，自给自足，自我发展啊！全团干部从我开始，要端正态度，要放下正规军的架子，只当我们是什么呢？只当我们是，对了，只当我们是笑聚山林的梁山好汉。那是什么活法啊？啊，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从今往后，咱们独立团化整为零，啊，以连排为单位，独往独来，仗怎么打我不管，你们连排长说了算。伏击、摸营、挖陷阱、打闷棍、绑票，只要是对付鬼子汉奸，你们爱干什么就是干什么。是啊，凭什么他们鬼子汉奸就喝酒吃肉，我们就喝西北风啊？啊！不过有一点我要跟你们说清楚了啊，谁要是对老百姓来这个，我可要枪毙他。啊，团长他只是打个比方，并不是让你们真的去当什么山大夫。其实啊，这就是游击战的通俗讲法。同志们，要正确理解团长的意思啊。听听，这就是咱们政委啊，咱们赵政委啊是孔夫子挂腰刀，文武双全呐啊，咱是比不了啊。我李云龙只有一个原则，你们啊只许占便宜，不许吃亏，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只要枪声一响，你们都得给老子捞点东西回来。我这人不择时，什么都要，吃的、穿的、枪炮、弹药啊，弄多了我不嫌多，弄少了我不高兴。谁要是弄不着，那我就要骂娘了。不，咱也不是啥都要啊。要是给我弄回来个日本娘们儿，我可不要。啊，散会，都回去准备吧啊，散会吧。几点好啊？秋琴来了。团长，过来。停。李团长，这双是给你的。哦，好。谢谢。和尚到，给秀琴倒杯水。是。哎，把这个拿走。秀琴同志，哎，我代表全团干部战士，向赵家岳妇育会的全体妇女同志表示感谢。你们做了军鞋啊，真是雪中送炭啊！我们一定多杀鬼子。我们行了，来坐，秀琴。老赵啊，你那些客套话我都能背下来了。你下边肯定就是绝不辜负乡亲们对我们的期望，是不是啊？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太酸。不对吧？真一样？没错，一个字都不差。你别说人地方上的同志了，连我都听腻了。其实啊，说点大白话不行吗？啊，秀琴大妹子，你们娘们做军鞋，我们爷们打鬼子，咱们谁跟谁都不要客气了。革命分工不同嘛，
你们有什么事儿呢？尽管跟我们说，能办的办，办不到的，俺变着法儿的也要办。这话多近乎啊，是不是，秀琴大妹子？还是团长说话中听，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团长说了，有事儿的话就说，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想着法儿的也要办，是吧，团长？那是啊，咱说话还能假吗？好，那俺说了，村里的民兵都发了枪，凭啥不给俺妇救会发枪啊？这打鬼子人人都有份儿，凭啥俺妇女就只能做军鞋？这不是瞧不起妇女吗？俺知道队伍上枪不多，不能人人都发，可俺好歹也是个干部，发俺一支总可以吧？哎呀，俺哪能看不起妇女呢？啊，我只是怕把枪发给你，没打着鬼子，倒把自己打了。你这样吧，下次进城我给你弄点花布去。啊，妇女就是妇女，拿枪打仗是男人的事儿，你要枪干啥呀？团长说话不算数，净糊弄人。你把子弹压上，再上了膛，这枪就归你了。真的？那能假喽？说话算数。咱老李一口唾沫一个钉儿。院里有个老鸭窝，俺给他打下来去。哎，行了，快关上保险啊！别走了火，这枪归你了。俺哥在120师当营长，他教过俺使枪。老李，赔了吧？这算啥呀？咱说话算数，要不然还叫爷们儿吗？啊！小琴啊，这子弹只有4发，省着点用啊。这种子弹打完了没地方补充，打完了就完了。要是没有了子弹，这枪就等于废铁了。到时候你再把枪还给我啊！凭啥还给你？这是俺的枪。别听他的，他呀还有1盒子弹呢。什么事儿就怕出内奸呐？那行了，俺走了。哎呀，得，要是再见楚云飞啊，人家问你枪呢，你怎么糊弄人家？啊？我就说给我媳妇儿了，这总行吧？你这家伙说瞎话，从来不脸红。お願いします。理由に関して俺たちはこの点の資料を探して当てろ。読む。はい。名前、李永龍、国籍、中国、民族、漢族、年齢、わかりません。詳細地、中国河北省と河南省真ん中、大仏さん、履歴、1927年、中国共産党の主席のコンマーボードに参加して、あと、中国共産の高等高校になる。聞くによると、李はかつて中国共産党のいう商戦に参加したことがあって、共産党訓練で比較生命的な士官に訳して、そして何ともたって高校にある中国共産党第18高単純の386両の独立単調に断断して、軍人称号がない。この人はどんな性格ですか？性格は不倫で、動力はのっけいて、意志は焦げて、死よく変えて、着死をよく制御して、工事を処理方法違います。典型的な現実主義者です。効力性は悪くて、よく同僚反対します。奴の政治懸念と学歴は？政治の金はとても左でも空心ではない。理論に不足して、政治に対して公民に不足して、文化の程度はどうしても低い。高知学校に受けたことがなくて、隠れ教育を受けたことも方面資料がありません。
どんな能力はある？時代の期限をもって心理喪失が安定してここから低速廃止の訓練があります。修練隠れかけの使い方、角度と同時度の訓練を受けたことがあります。特徴は中国武術、程度は不明だ。写真はある？すみません、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バカ！はい。お前たち情報部門は一日中何してるんだ？我々の相手の顔すら知らないのか？ここよにてこの人はしな政府中中で何でも断断しなくてしな隠れ警官に連絡して抵抗するためにこの人は何でもない小人物です。これについて我情報機関は他国国の小食以上のレベルしかの資料を収集する。老丁啊，你小子怎么想起到我这儿来了啊？我那新一团让你捡了个便宜呀，你小子净吃现成的。你要不惹事儿，我还去不了新一团呢。不是，你当我愿意去啊？老子在3分局招兵买马，部队已经3000多人马了，你给个师长都不换呢？老李啊，老丁奉命要去总部，路过我的防区，听说你也在附近，非要来看看你啊！啊，哎，老赵，老赵，孔杰您认识啊？丁伟，新一团的团长，你好。啊，我们都是4方面军的老战友啊。好啊，你们老战友好好聊聊，我去上哨。好，一会儿喝酒，等你回来啊。好。哎，老赵，一会儿回来喝酒啊。好，行。来，咱们先喝上。来，坐。老李啊，找到老婆没有？现在还没找呢，这不是打仗吗？老李他哪有那个本事？你看他长得傻大黑粗的，早把妇女们吓跑了。我琢磨也是啊，谁跟他谁倒霉。当战士那会儿，我跟他一个班呢。这小子睡觉打呼噜，比发动机还响啊！开始全班战士给他吵的呀，后来也都习惯了。最后发展到，老李要是不打呼噜，全班人都不睡觉。有一次啊，连长派我去侦察，我回来都已经半夜了。我一进屋，这班里的7、8个人，眼睛睁得像个铃子。我就奇怪了，弟兄们怎么不睡觉啊？大伙儿说了，你不打呼噜，我们睡得着吗？后来老李躺下了，没30秒钟，雷声便响起来了。战士们总算松了口气，没一会儿全睡着了。可谁知道半夜的时候，敌人摸上来了，1颗炮弹就在院子里爆炸了。好，你猜怎么着？大伙儿谁都没醒，还以为老李打呼噜呢。倒是把老李给炸醒了，这小子抄起枪就出去了。你说这事怪不怪啊？老李一出去，全班人都醒了，怎么回事？听不见他打呼噜了，能他妈不响吗？哎，我说老丁啊，咱们几个老战友得帮老李张罗张罗这事儿。老李虽然有这点小毛病，那身体其他的部位那都好好的，不耽误娶婆娘生孩子。咱不能看着老李打一辈子光棍吧？是啊，你呀，就找个耳背点的吧，啥都不耽误啊。当年咱在10里8乡，那可是有名的俊后生。嘿嘿，说没提亲的，差点没把我们家门槛提平了，把我娘高兴的啊！瞧瞧这个，看看那个，都挺顺眼的，娶谁都行。是啊，他模样差的，敢到咱们家提亲吗？可是我谁都不要，嘿嘿嘿，把我娘急的呀。可是咱心里踏实啊！你想啊，
咱是那闲得住的人吗？早有想好的了。你们还别不信，咱那相好，论模样那是没得挑啊。行行，你就说走的哪一步？就是啊，哪一步？说出来吓你们一跳。都亲嘴了。老丁啊，他把梦里的事儿都当成真的了，他以为自己呀是西门庆呢。你们还别不信，就在打谷场的草堆里，啊，要不是赶上黄麻暴动，老子参加了赤卫队，如今啊，这娃都生了一炕了。哎，老丁啊，去年鬼子大扫荡，你们新一团损失大吗？减员1/3，损失不小啊。减员1/3就算不错了。我亲二团伤亡都达到2/3了，这还不包括非战斗减员。突围以后，我手下就剩下300多人，全团营连排干部里边就剩下一个副连长，其他的全部牺牲了。都差不多，我们独立团也没好到哪儿去。窝囊啊！老子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干部伤亡了2/3，战士伤亡了半个团，心疼的我呀直哆嗦呀！娘的，这口气难咽啊！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跟日本人总体上实力悬殊太大，再加上大扫荡之前八路军的队伍发展过快，战斗人员素质下降，又缺乏装备，那不吃亏才怪的呢。说老实话，老李，我还真得感谢你。新一团的家当是你治下的，我丁伟吃的是现制饭。突围的时候，新一团1辆家伙，3挺920，5挺歪把子，再加上掷弹筒、迫击炮，朝鬼子包围圈集中火力一个点横走，当时就把鬼子给打懵了。新一团1天之内突破鬼子3道封锁线，3道，嘿嘿，算你小子有点良心啊，还知道说句公道话。老子攒这点家当容易吗？啊，这就好比娶媳妇儿啊，我抠抠搜搜的攒了点钱，盖房子、找人说媒、下聘礼、办酒席，等我忙活完了，新娘子快入洞房了，得这时候没我什么事儿了，他老丁入洞房了，哎，我他娘的又成了穷光蛋了，你说我跟谁说理去？来吧。说话都注意点啊，里边有女同志。啊，不过嘛，咱老李也习惯了。这辈子，咱挣的家当多了，啊，要是都攒起来，装备一个军都有富裕。算了，这钱财啊，本是身外之物。去年大扫荡，咱这家当都丢了，骑兵连没有了，2门920步兵炮丢了，歪把子、杰克士只剩下了3挺，每个人剩下了不到5发子弹，穷的都要当裤子了。咱赵政委当时急的都要掉眼泪了。我说老赵啊，不就是点家当吗？啊，没了咱们再挣。我李云龙别的能耐没有，就他娘的会抢，鬼子有什么我就抢什么。老丁啊，你看把这小子牛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山大王出身呢。你听他说，我看他还咋吹？吹！不信你到咱团去看看，啊，不到1年的时间，咱什么都有了，啊，骑兵连又重新组建起来了，轻重机枪不多，20多挺咱还有吧？啊，前2天2营长跟我说，团长啊，我发了一笔小财，你到我那儿去看看吧。我问他，我说你发什么财啊？啊，他说，嘿嘿嘿，不好意思，2门920步兵炮。真的？你猜我怎么说？啊，我说2营长啊，你小子真是穷人出身，
眼皮子那么浅呢？2门920步兵炮算个屁呀！啊，这点小事也向我汇报？缴获了，自己留着用吧。啊，以后注意，别拿这点小事来烦我。我说老李，按你的意思，那缴获点什么才有资格跟你汇报啊？小于100毫米口径的炮，连提都不要提。哎，飞机坦克还差不多。老李呀，你就吹吧你。我说老兄啊，咱们不能总是小打小闹。你说从当红军到现在，打了10几年仗，你充其量也就指挥个团级建制，那不过是小买卖，没多大意思。咱们的部队早晚要扩大，一旦时机成熟，要和鬼子进行决战。就算把鬼子打跑了，天下就太平了。我看没那么容易。咱们和国民党早晚得有一战，到那个时候，那恐怕动静就大了。老丁啊，好好干吧啊！没准将来啊，你就是咱们8路军的总司令，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我们啊！就他，能有这命？这我还真没看出来。你以为呢？得了，闲话咱就不扯了。兄弟们要分手了。还不知道哪年能见面呢。临走之前，我再啰嗦几句。我从地图上看，咱们这3个团呈品字形配置，依托有利地形啊，如果配合得当，可抵10万雄兵。将来咱们这个三角阵，不管哪个角有风吹草动，敌人的增援部队都会从咱们其他2个团的防区经过。哎，到那个时候。不管有没有总部的命令，揍他兔崽子！对，老李说的对，咱们的通信能力太差，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连总部都未必能迅速做出反应。咱们呀，要先干起来。没说的，有机会我自然不会放过他，肯定揍他。哎，老李啊，老丁可是说，万一出现情况，咱们要互相配合，你可得注意，别没事找事。你小子就没你不敢干的。老李，后会有期。老李。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喂，糖葫芦，糖葫芦，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哎，包子来了，来。这位大嫂，你来点啥？哦，俺回娘家要给俺娘烧2瓶老陈醋。老陈醋，现在没货。哟，那咋办？俺明天就动身了，你想想办法吧。那好，我去叫俺老板，你稍微等会儿。嗯。你是王老板？你是秀琴同志？嗯。我是王志鹏。路上辛苦了。胡子，哎，门口看着点。好嘞。把门带上啊。段书记派俺来接受县委的指示，区里得到情报，鬼子准备下乡抢粮，俺们区小队听从县委的指示。你告诉段书记，县委已经向军分区提出了请求，请8路军独立团唱主戏，县大队和几个区的区小队配合，展开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倾向行动。太好了，独立团出动，俺们心里就有底了。军分区已经同意了县委的请求，作战命令马上就会下达到独立团。你们区抗清队、妇救会，包括儿童团，一定要做好部队的后勤支援工作。是，保证完成任务。时间紧迫，我就不留你了啊。路上一定要小心啊。好，那我先走了。哎，那个酒多少钱呢？怎么，你要买酒？啊，那你麻烦2瓶。哎，不，我有钱，俺给你钱。都是自己同志，还说什么钱啊？我想也不是你自己喝吧，肯定是送人的。拿着。哎，不，这铺子又不是你个人的，都是党的经费。俺走了。
葫芦一文。太君，花姑娘，花姑娘，哎，走。太君，这个女的已经发现我们了，你看她走的样子，根本就不像一个中年农夫。面白いですね。太君，在这儿！姑娘，你跑什么呀？俺怕。你怕什么？你心里没鬼，你跑什么？我们还要检查检查你呢。花姑娘、怖くないで。私たちは悪いじゃないです。あなたは中に何が千金丸が。大姐，咱们都是中国人，饶命！饶命！饶命！你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呸！我看你是条狗，给小鬼子摇尾巴的狗！我杀了你这个狗汉奸！